欢迎收看老赵爱音乐，触动新乐章，感动新力量。我是雅文，我是赵成，老赵的赵。我说雅文啊，不是老赵太太。怎么样？没有，我就常在想说，人一生长者90、100，短则几岁。但是你的目标是什么？我常在想这个事情。就是说，好严肃啊，有一点严肃。但是我自己想自己啦，就是说，当还没有永金益华，甚至当对生命有一些在年少的时候的憧憬，就是要开好车啊，对不对？要干嘛？但是当我真正在很早以前，就是还没有生永金益华，甚至在那个当下，我很容易得到这个努力后的这个财富，所以话不多说，就买了一台宾士嘛。我还记得我开了2个月，我之后就问你说，就好像那个满足过了之后，我就想问你，就说，来，我要跟换什么车？突然我发觉，就是原来好虚空啊。对，那个车子不是我人生最终的目的。那之后我生了永金益华之后，我更深的去想，他们感觉好像在人的所谓定义里面看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事后在进入信仰里面，重新去省思，甚至去看每一个人的价值，就如同上帝说他创造每一个人都是好的，甚至他每一个人都有价值。那常常跨不过，就是他读册都看慢哦，他这头家，他是贩夫走卒，那你当然就好像有一个优劣还是什么的比较嘛，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子，我们落入这样一个胡同里面，我就觉得说，那我们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意义？但是后来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从信仰的角度，包括上帝说他创造都是美好的，那你怎么看这个价值这个问题？我突然就想到一个事情，我小学我们班有一个成绩很差，可是每次在劳作课的时候，1个小时他超20分钟就弄好，我们全部的人都会围过去，因为他成绩很差，我们大家你会笑人家吗？对，我跟你讲，不是笑人家，就是说以前都是就成绩好的会跟成绩好在一起，然后总是他就不会是我们的那一伙的就对了。但是在那个当下，每个人都围过去，因为做得太好了，赞不绝口。我们有的人就说跟老师讲说，哇，他好厉害，好棒。但是我记得我们那老师应该讲当时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他过去就是轻轻跟他讲说，你也没读册，你这么好有什么用啊？也是没有用啊。之后我们上了国中之后，我就有听到他这个什么开始混帮派，然后好像就是自暴自弃。我觉得很可惜，我们就缺少了一个国手。所以我觉得上帝创造人是好像在拼图一样，因为社会大众他不要全部都是建国中学的，对不对？他也不要一直都是北一女，可是有人读建中，有人读北一，有人读台大，是让他们来产生骄傲吗？断然不是啊！我常觉得，就是说，你如果相信神创造你是美好的，你的心里面能够去承认那个价值，哪怕我现在回过头看我们的艾琪儿，永金看似他短是4年里面，他对我跟雅文的冲击非常大，他的价值就是来改变他的父母。对，终其一生，或许我们相信，我们回到天上，有一天我们在相见的时候，有一些事情的看见，我们真实的看到说，原来价值是这样。当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一份那个别人没有的价值，当你愿意好像跟这个创造你的神连上线的时候，你的价值被出来，那就是不得了那就是在那个拼图里面有你的一份，而且你不会浑浑噩噩过一生啊。对，我觉得赵成跟我一样，就是当我们领受了一个生命的意向跟呼召非常的明确之后，我自己心里面就会有一种安定的感觉，就是完全的明白自己生命的意义跟目标方向是什么，就会觉得每一天都非常的有方向感，然后是一个稳固的感觉，而不是这样子飘摇的随风飘摇的那种感受。就哪怕你是高山低谷，你仍然知道有一个是很明确的方向，明确的方向，你要往那个方向去。是。
那我觉得在信仰的洗涤之下呢，人是可以活得不一样的，人是可以找到生命的价值跟一个新的意义感。在圣经里面说我们是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一个新造的人其实是从里面、从眼光、从整个价值观都会被改变。对对。那我也常常鼓励我们家的小孩就是告诉他们说，如果你在职场中，你以为你的工作就是给你一份薪水然后让你可以满足食衣住行的需要。如果你以为工作只是这样，那你就错了。实际上工作是上帝来祝福我们的一个管道，为的是要让我们透过我们的人生的历练，去完成我们生命的那个最终的目的。那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个人生的意义、人生的目标，一个 vision， 一个很明确的愿景，我觉得就会活得非常的精彩，就算是有困难也不害怕。兆成跟雅文用音乐、用故事，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在困境中不要失去盼望。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分享，喜欢我们的音乐，喜欢老赵爱音乐你可以把它收藏起来，你也可以跟你的好朋友分享。期待我们在每一集的节目当中都可以跟大家有更多的心灵的交汇。祝福大家，谢谢你们。